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赵丽颖毁容事近况曝光，离婚1年，住上亿豪宅，身价过亿，不要小看这个农村人。最近热搜上都是疫情放开的消息，很少看到娱乐圈的消息。不过许半夏这个名字倒像是住在了热搜榜上。这部由赵丽颖主演的《风吹半夏》不出预料的又火了。国产剧中能独当一面的大女主并不多见，而涉及这个题材的更为罕见。先是许半夏的创业路，看得人翻腾激荡，不得不佩服她能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披荆斩棘，闯出一片天地。后是许半夏的妆造，不少博主开始出她的仿妆穿搭，这一阵复古风刮得越来越大。许半夏已然成为了一种风向标。女性不只有贤惠持家的类型，也可以有魄力、有胆识，活成自己人生的大女主。当然，也有人说，这部剧最难得的是赵丽颖真的没有包袱，没有磨皮滤镜，对脸拍毛孔黑头展露无遗，法令纹也同年龄一样明显。这样反倒使许半夏这个人物更有立体感，而不是一味停留在精致的平面。现在很少有女演员做得到了，但人家赵丽颖就是不怕。了解赵丽颖的人都知道，她虽然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但其实是个充满狼性的人。不犹豫，总走在行动的路上，身后还带着一股可怕的狠劲儿。能在这个娱乐圈混出点名堂的人，大概分2种。一种是天生一副好牌，条条大道通罗马，而他们就生在罗马。另一种是赤手空拳，要筚路蓝缕才能换得一回柳暗花明的。赵丽颖属于第2种。1987年10月的廊坊已经有了初冬的寒气。赵丽颖的出生算是让这个小家提前过了年。虽然家里世代务农，但因为父亲是一名警察，母亲是商店的销售，都是读过书的人，所以那个年代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并没有笼罩他的童年。家里人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丽颖，希望她成为一个美丽又聪颖的女孩。如家人所愿，小丽颖的确人如其名般聪颖。因为父母工作忙，赵丽颖小时候多数时间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爷爷奶奶去地里干农活，她也有模有样的收麦子、摘棉花、拨棒子。田间地头里总能看见这个懂事的小丫头。一天下来，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能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会电视，看着电视里的大明星，她也模仿着跳啊唱啊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孩子还是有天赋的。上了小学后，赵丽颖因为喜欢唱歌跳舞，被选为班上的文艺委员。任何文艺活动她都参加，被老师夸那更是常事。不过，当时的她也明白，想当大明星不过是梦一场。上初中后，因为家里农活太多，耽误了学业，赵丽颖没能考上高中。她退了一步，选择去念中专，但在选专业上，她坚持要选空。在家人看来，空乘这个专业不是什么铁饭碗，但她一心想做个空姐。可家人真猜对了。毕业之后，她和很多同学一样，没能登上飞机，只能向现实低头，打工为生。在街边发过传单，推销过美容卡，卖过衣服，干过文员，当过服务员、收银员，还做过迎宾。涉及的行业不少，但是没挣到几个钱。那时候，他可能不知道人生马上就迎来了专机。2006年，还在做文员的赵丽颖看到了雅虎搜星这档选秀节目，又勾起了她当大明星的梦。于是，她就给自己报了名。别人擅长各种乐器，她却没什么才艺，只唱了一首《隐形的翅膀》。但没想到，凭借着讨喜的性格，竟然一路过关斩将，拿了个冠军。比赛结束，她顺利签约华谊兄弟，出演了冯小刚执导的广告大片《贵族篇》女主。
这对于一个非专科出身的普通人来说，赵丽颖的起点确实不低。本以为是成功，没想到这才刚刚开始。在入行的头几年，赵丽颖只能穿梭各个剧组，拍点小角色。因为农村长大的原因，18岁的她第一次来到大城市，遇到第一个难题就是口音。那个时候，跟她一样的龙套有很多，大家都是抱着能多争取到一句台词就是赚到的心态。只有赵丽颖，摄像机一对准她，她就自动调小音量，根本听不清台词，所以被导演骂是家常便饭的事。这个外表柔弱的小姑娘肯定难过过，但是这点事就想击退她，简直是妄想。丫鬟、死尸，别人不敢演，不想要的角色，她争着抢着演。组里的老戏骨休息了，她就厚着脸皮虚心请教，有的人爱答不理，但多数都愿意指导她几句。每年只休息3天，她的生活每天都像上课了发条，不是不知道累，是他真的太想干出点名堂了。终于，在2011年，他接到新《还珠格格》乔儿一角，虽然不是主角，但也拿出200%认真的态度对待。知道发音是自己的短板，每次收工后，他就在屋子里苦练台词，一边念一边用手机录音，反复听，再调整，一句一句的扣。拍摄间隙，他也不闲着，拉着其他有经验的演员反复探讨琢磨，大到整段台词，小到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，这股子认真劲有些吓人，以至于有的演员都有些害怕跟他打戏，因为他从来不来假的，哭是真的哭，打也是真的打。一部戏拍下来，那个支支吾吾的赵丽颖不见了，这个小配角每天都在进步。于是当新《还珠格格》里的大部分演员被痛批时，他饰演的乔儿却让人印象深刻。这之后，他依旧凭着一股轴劲，笨拙地在实践中学习。他就像一块干透的海绵，被丢进大海里，无止境地吸收着水分。2年后，《陆贞传奇》大火，这个不喊苦不卖惨的小姑娘终于成了在电视里的大明星。那之后，赵丽颖火了，但很长一段时间都活在非议里。即便已经演了主角，也还是有很多人说圆脸当不了主角，你去整整容啊。即便有可圈可点的演技，也还是很多人喜欢拿她的出身做文章，农村出来的，气质不行。她很少回应，一直选择少说多做。在她看来，被人误解，只因为自己不够强大，没有让人尊重的理由。面对恶意，最有力的回击不是靠一张嘴，而是要拿出点实打实的东西。作为娱乐圈出名的拼命三娘，赵丽颖拍戏向来亲力亲为。她从不用替身，40度的沙漠里摸爬滚打，拍动作戏、吊威亚、骑马全都自己上。拍摄宫锁沉香时，由于马受惊，赵丽颖直接摔了下来，后背着的趴在地上许久都起不来，缓了好大一会，剧烈的疼痛才让从不轻易落泪的她流泪不止。为了不耽误进程，赵丽颖收工后才去医院，错过了最佳治疗之间，后背留下了一个凸起。1年365天，300天以上都待在剧组。一个女演员为了事业能有多拼？看看赵丽颖就知道了。付出都是有回报的，她塑造的每个角色都在刷新着由她创造的记录。在《花千骨》里，她是执着善良、敢爱敢恨的小骨；在《楚乔传》里，她是坚韧倔强、敢于抗争的女奴楚乔；在《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》里，她是聪慧过人、通情达理的盛明兰。见过一条对她演技的评价，看她的剧就从来没有过之前的影子，每一部都给我不一样的感觉。小到刚会讲话的奶娃，大到子孙满堂的奶奶，看见电视里的她，都会放下手里的事，乖乖看她的戏。不到30岁，就手握多部代表作，有太多人否定过她，如今都真香了。
恍然明白，出身、天赋、运气都差点意思的赵丽颖，最好的作品其实正是她自己。大家都说许半夏还有一个让人喜欢的点，就是不会恋爱脑，这点跟赵丽颖本人还挺像的。去年赵丽颖冯绍峰离婚的消息，就像当年他们结婚一样突然，不少人纳闷，怎么短短几年说散就散？这中间的因果，外人不适合猜测。但就当所有人以为已婚已孕的赵丽颖，在脱离了家庭之后，还能不能东山再起的时候，可能谁都低估了赵丽颖的狠劲儿。把重点心思放在了工作上的她，并没有因为婚姻变化而影响作品，拍一部火一部，出席活动每一次都会美上热搜。甚至有人说，好像离婚后她的状态看起来更好了。前不久更有消息称，赵丽颖在北京花了1个亿购买豪宅。和那些嫁豪门的女演员不太一样，赵丽颖一心只想做自己的豪门。也难怪有人讲，赵丽颖的故事就像是一本励志的教科书。劣势总有一天会变优势，经历未必是件坏事。